请贤妃娘娘海常在安。传皇上口谕。皇上请贤妃娘娘速往长春宫。是。姐姐，不会又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上次就是皇上就会取笑臣妾，取笑你又如何？皇上，贤妃娘娘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坐。皇上。今儿个，朕急着叫你们来皇后的宫里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同你们商量。朕去查问永璜的功课，谁知啊，朕才命他写几个字，他却盯着贵妃手中的糕点去了。永璜虽是大阿哥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。皇上切勿怪罪，之后让师傅好生管教着便是。朕原本啊也是这么想，但朕看他手臂上有几道伤，这底下伺候的人一个也没发现。可不是嘛，照顾大阿哥的那些嬷嬷们也太不小心了，天天为大阿哥换衣裳，竟看不见他手臂上的伤痕，要么就是太粗心了，要么那些衣裳就不是他们为大阿哥换的。臣妾看见大阿哥手臂上的伤，臣妾也心疼的。贵妃的话没错，这永璜身上新换的衣裳都是临时套上去的，这旧的衣裳都有3、4日没洗过了，里面啊都好多油渍了。是臣妾不好，永璜身边的嬷嬷是新补上来的，必定是这些新来的奴才疏忽懒惰了，臣妾必定责罚他们。这底下的奴才，朕会亲自发落。你也不是不用心，只是底下的人欺负永璜没有额娘罢了。所以，朕在想着，要给永璜找一个养母来照顾他。皇上，您就把永璜交给臣妾抚养吧，臣妾一定细心照料大阿哥。贤妃可有这样的心思？皇上若放心将永璜交给臣妾，臣妾欣喜万分。其实，臣妾好歹生养过，皇上若是放心的话。好了，朕知道你们都喜欢孩子，可是孩子也得与你们投缘才行啊。所以朕呢，叫人把永璜带了过来，谁做他的额娘，让他自己决定。王钦，奴才在。带永璜过来。这。见过各位娘娘。永璜，来。告诉皇阿玛，你愿意谁做你的额娘啊？皇阿玛，儿臣有额娘，儿臣的额娘是皇阿玛的哲妃。皇阿玛知道，谁也取代不了你的额娘。皇阿玛只是想找个人照顾你，像你额娘一般疼你罢了。选吧。永璜，到惠娘娘这儿来。永璜，惠娘娘这儿有好吃的点心，快过来。惠娘娘，儿臣不饿。贤娘娘。
皇，你的意思是你要贤娘娘做你的额娘，而不要惠娘娘手中的糕点是吗？儿臣不饿，儿臣要贤娘娘做儿臣的额娘。好，这母子啊是前世缘。贤妃，这是你的孩子了。皇上，方才我们俩好了，贵妃，你身子不好，孩子顽皮，你也受不住。再说了，贤妃也比较清闲，永皇交由她照顾，这样也好。贤妃啊，你可得好生照顾永皇啊。皇上将永皇交给臣妾抚养，是臣妾的福气。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许。谢皇上隆恩。儿臣谢皇阿玛。好，起来吧。求了皇上那么多次，眼见终于要成事儿了，没想到竟便宜了贤妃。珠儿，别生气了。贤妃不得宠，大阿哥迟早看明白，会知道跟着你有多大的好处的。原本我跟贤妃都没孩子，如今她骤然得子，还是长子，岂不是要越过我去？哼！我一定要把永皇给抢过来。娘娘小心，去协芳殿，狠狠掌那帮奴才的嘴，连大阿哥都照顾不好，惹出这样的事端。娘娘息怒，永皇受委屈，皇上难免要责怪我这个做嫡母的不上心。本宫是不喜欢哲妃，也不喜欢永皇好胜，可本宫自问，尽到了嫡母的职责，并没亏待她分毫，都是奴才们不是，坏了娘娘的好意。可是娘娘，大阿哥没娘的时候就仗着长子的身份想要拔家，如今跟了贤妃，岂非心更大了？皇上明明冷落了贤妃，为什么要把永皇给了她？莫非大阿哥与贤妃早有勾结，所以才故意与她亲近？会有这样的事？奴婢也是揣测。贤妃一直膝下无子，如今收养了大阿哥，不就像当年太后收养皇上一样，可以母凭子贵？难道她在算计本宫的皇后之位？贤妃当年差点当了嫡福晋，她岂有不记恨您之理？如今得了大阿哥，只怕还要算计二阿哥的太子之位呢。谁也不能算计本宫的儿子。贤妃失宠多日，还能得个皇子，还是皇长子，这番心计谁人能及？是本宫轻视了他。本宫原本以为他没了景仁宫就翻不出天去，可如今永皇已经去了延禧宫，还来得及。伺候大阿哥的那些奴才们是要发落，但要紧的奶娘乳母还是要跟过去的，咱们好歹还能得些消息。素莲，你快些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自有奴婢，您无需劳心。奴婢去了。主回来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你去把东天殿收拾出来给大阿哥。这，从今天起，大阿哥就是本宫的儿子，养在延禧宫了。恭喜娘娘，恭喜大阿哥。阿若，回头伺候大阿哥的嬷嬷会来，你招呼他们。是。走。永皇，你现在已经在延禧宫了，就不用害怕了。
只要离开协芳殿，我就不怕了。坐那。撞的疼不疼？不疼。傻孩子，怎么会不疼？我自己撞的，当然不会疼。而且我不说，谁知道我擦伤了呢？嬷嬷们都不管我。正因为他们不管你啊，你才要更懂得照顾自己。贤娘娘也是没办法，才想了这个法子，忍着点啊，疼。您是要救我，我心里都明白。要不是您让索性给我送吃食，我总饿着肚子。别的孩子在你这个年纪都无忧无虑的，偏你要懂这些，我也不忍心。我来这儿，您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永华，你要是叫不惯我额娘，就叫我贤娘娘。你的亲生额娘是哲妃，但是我会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你好。贤娘娘，我选您是因为您待我好，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我呢？因为贤娘娘孤零零的没有孩子，永皇呢孤零零的没有额娘，所以两个孤零零的人要互相靠在一起，就像冬天两个不暖和的人靠在一起就暖和啦。从前我娘还在时，惠娘娘从不理我，今天哪怕她要我说喜欢我，我也不信。我猜想着，她才不是真心喜欢我，她是看上了我长子的身份，我被嬷嬷们慢待，多半也是我长子的身份才被人猜忌为难。永皇什么都明白，我是宫里的孩子，必须什么都明白。海兰，我听说姐姐新得了个儿子，真是恭喜了。是大喜，皇上突然招了我去，想不到是这等喜事。我那儿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寻了2匹缎子，给大阿哥做件新衣裳。多谢海娘娘，真是好孩子。以后贤娘娘在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哟，秦公公，给您请个安吧。免了。该请请啊。请进。哟，这是谁呀？是哪阵风把秦公公给招来了？皇上下旨，贤妃娘娘得了大阿嘎，这宫里啊，这得多添置些东西。这不，内务府赶紧挑了上好的东西送来了。哎，贤妃娘娘和大阿哥呢，我得请个安去。哎，可不敢让您进，您是咱们延禧宫的寨主，欠着您1800两银子呢，咱们可得把您供起来才是啊。哎呦，阿若姐姐呀，那天是我喝多了说胡话，姐姐别往心里去啊。谁是你姐姐？我是你姑奶奶，由着你克扣延禧宫到今天，你去回阿若这样当面为难，这些东西怕是不大好吧？咱们不敢收。内务府的人一向狗眼看人低，由着阿若闹一闹也好。我还要去内务府问一问，我们只要有没有听着欠条写言语不过分的就好了。我要拿去给皇上瞧瞧。哎呦，好姑奶奶，好姑奶奶，您饶了我，全是我犯浑胡说。内务府这2个月欠延禧宫的东西，奴才我是足足的加了倍才赶来的，还请姑奶奶您笑纳啊。好姑奶奶，原是我糊涂。您说这东西不送进来，岂不是违抗圣旨吗？还请姑奶奶多担待。那也得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总不能由着你把臭的烂的都送进咱们延禧宫吧？是，都是啊，大阿哥的香笼，还有皇上赏的器具摆设和鞋袜衣料，您看看，全是好东西。先挪进去再说。哎，得了，挪进去。等等，这是谁呀？原先伺候大阿哥的人啊，都被皇上给打发了。这是大阿哥从小的乳母李嬷嬷，所以跟来延禧宫照顾。
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伺候大哥的李嬷嬷呀。我想不明白，别的奴才也罢了，李嬷嬷跟着我那么久，为什么也这么待我了？饿着我，冻着我。人心啊，会为权为利而变，只有亲情是不变的。走。嘿，给贤妃娘娘请安，给海棠菜请安。哎呦，我的好阿哥，可算见着您了，想坏奴婢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什么人啊？对贤妃娘娘这般不尊重。请贤妃娘娘安，奴婢是大阿哥的乳母李氏，大阿哥是奴婢一手奶大的，什么都听奴婢的。日后贤妃娘娘若是要管教大阿哥，都跟奴婢说就是了。你伺候大阿哥多年，本宫敬重您，称你一声嬷嬷。不过你却倚老卖老。如果你能管教大阿哥，为什么连他衣食不周、生了病都不知道？你仔细告诉本宫，去年冬天大阿哥着了2次风寒是为什么？又为什么连绵2月都未曾痊愈？要不是你们这帮奴才懈怠，大阿哥会这般可怜？大阿哥着了风寒，是他自己不爱多穿衣裳，又不肯好好吃药。奴婢虽是贴身照顾，但哪里能时时刻刻都看顾到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李嬷嬷待我最不好。大阿哥，您虽然是主子，可您说话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您可是喝着奴婢的血，吃着奴婢的肉长大的呀！您可不能睁眼说瞎话呀！三宝，小福子，把他拖出去，替本宫杖打3式。这。大阿哥，您为奴婢说说话呀！大阿哥，我可是您的乳母啊！大阿哥，大阿哥，您救救我呀！大阿哥，您救救我呀！大阿哥，让我做您丈夫您的。你们都给本宫看着，欺凌主上就是这个下场。是。本皇，你看，这就是欺负你的人该受的责罚。还要打吗？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因，就得承受什么样的果。他们欺负你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了。儿子记住了。主，杖打30已经打完了，赶出宫去，永不得进宫伺候。这。你们都听好了，从今以后，永皇是本宫的养子，谁要敢懈怠，李嬷嬷就是个例。是。贤妃娘娘饶命！贤妃娘娘饶命！秦公公，阿若，我真喜欢看姐姐这样，看着姐姐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秦公公，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，里头都腐了。是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你拿着这个上吊去，咱们主啊就饶了你。让姐姐，你。不过可惜了，腐绸吊不死人呢。水枝，哎，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炙拿来，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，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，长个记性。是。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，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拿我当一配饭了，我这，吃，大口吃。不许吐，咽下去。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这实在是咽不下去了。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饶了我吧，贤妃娘娘。活该，打了李嬷嬷，惩治了秦丽，这才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。忍不住要露出尾巴来了。
臣妾想，既然这大阿哥已经被贤妃夺了去，那就只能从贤妃着手了。若是这大阿哥能离了延禧宫，无论是回协芳殿，还是另寻养母，总比跟着贤妃好啊。这贤妃连长子都能夺了去，臣妾可真是打心眼里怕了他。您是敦厚人，比不得贤妃会算计，臣妾怕您吃亏。他家世没落，倒还好些。越是这样的人，就越会拼了命的去争宠夺利益。皇上偏要把永璜给了贤妃，本宫真是不明白皇上的心思。咱们又不能天天陪在皇上身边，哪能知道呢？听说皇上身边的王亲可惦记着娘娘身边的宫女呢，不知是素恋呢，还是怜心呢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，王亲寡廉鲜耻。这王亲贪财，拿银子笼络他，这样的事谁都会做。若是这王亲能安心做皇后娘娘的眼睛和耳朵，那皇后娘娘也不必再悬着心了。这事儿本宫本来想搁着，到底是把宫女配给太监对视，太伤仪旨。这种事儿乾明宫里多的是。虽说如今的宫女到了年岁就会被送出宫去，可私下里这宫女和太监相好的事儿也不是没有。若是皇后娘娘肯恩典王亲，赏她个宫女做妻室也就是了。这若说到贴心能干，总是素脸，她要是跟了王亲，本宫倒还放心些。那皇后娘娘就更少不得苏恋在侧了。这苏恋已年过30，也不小了，若是拢不住王亲的心，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苏恋啊，就是吃亏年纪大些，但是胜在稳妥。再说，那王亲年纪也不小了，他还嫌弃苏恋吗？那王亲的眼珠子可总溜在莲心身上呢。哎呀，到底是莲心年轻漂亮，别说是男人了，就连太监都动心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宫里的宫女们仗着自己年轻漂亮，谁不想像梅长在一样飞上枝头？这宜贵人从前还是娘娘的侍女呢，哲妃还是您的祖姐，荣华富贵在前头，有几个不想往上爬呀？家主，哟，怎么了？奴婢多谢家主替奴婢说话。啊，你听见了？啊。哎呀，我也是看你对皇后娘娘一片忠心，才替你说话的。皇后娘娘心慈，有些事儿，只是心里不高兴，又不敢出手收拾。皇后娘娘也亏了你替她费心了。你呀，还是赶快去把李嬷嬷的手尾了了干净要紧，别扯出你来。是，这些年来多亏您照应奴婢了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嗨，没事儿。永璜，伺候你的下人都是新挑的，底细也干净，你不用担心。海娘娘刚才给你量了尺寸。咱们也做些新衣服来替换。试试这床，刚铺的软不软？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。母亲定会好好待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，不用害怕。
时辰不早了，大阿哥该歇着了。是该睡觉了，明儿还要去上书房呢。擦擦脸。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，睡觉吧。睡吧，母亲陪着你啊。珠儿，你怎么不弹了？皇上都不来，弹琵琶给谁听啊？皇上宠您，迟早会来的。皇上的一颗心都在延禧宫呢。这娴妃真是时来运转，这就得了长子。您有皇上的宠爱，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来，珠儿，先喝口茶。珠儿，您怎么了？不知怎的，这几日头晕目眩的。小心，哎，这些料子都不行，太闷了。永璜是男孩子，怕热。这些呢？这些也不怎么好。怎么选一批料子这么难呢？您给自己选料子都没这么上心。永璜他叫我母亲，我的心就软了，好像真的是自己的孩子。朕听到你说这些话，还真像个慈母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臣妾唠叨，让皇上见笑了。这些日子，朕没来看你，你怎么想？皇上是觉得臣妾自以为是吧？原本以为你说的那些话会戳朕的心，所以朕也就不予理会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这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。只能这么做，给他点名分，给他点尊荣，哪怕什么都不说破，朕夜里睡觉也会睡得好些。这些话，朕憋在心里很久了，才跟你说出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朕很傻？是臣妾说了让皇上为难的事儿，让皇上烦心了。这些为难的事，只有你会对朕说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那天也是臣妾鲁莽了，但臣妾看皇上总是惦记着生母的生辰，心里不忍。朕可以想，但从不能说出口。世间万物皇上都有了，千万别留什么缺憾。朕明白，朕明白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弥补朕心中的遗憾。可朕的生母，是朕心中的隐痛。朕敬她，爱她，也曾怨她。若不是她，皇阿玛也不会不喜欢朕的。这不是李太平的错。我知道，只可惜，朕从来没见过她，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皇上弥补了自己的缺憾，也成全了臣妾的心愿。你知道朕，朕也明白，你一直想要个孩子，所以
朕只能暂时先给你个养子。臣妾当然希望享有咱们的孩子，但眼下带着永璜也挺好的。永璜呢？朕想看看他。永璜在你这儿睡得挺香的。是啊。皇上，臣妾日思夜想，有一天有了咱们的孩子，就这样3个人带着，多好。会的，儿子去了，去吧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子曰：其为人也。好吃吗？娘娘每回来，2个都舍不得你走。母子连心，本宫又何尝舍得？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王公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皇上派奴才给2阿哥、3阿哥送一些薄荷生姜粉，防着中暑的。那大阿哥那儿呢？皇上最近常去延禧宫，大阿哥那份儿皇上去的时候带去了。那就好。皇后娘娘，奴才有事要禀报。你们别跟着了。贤妃得宠，兼又得子。就连养心殿的李煜现在都给他传递消息了。一个李煜你都防不住吗？奴才有心为皇后娘娘办事儿，可怕这心有余力不足啊。哦，奴才白日里得伺候着皇上，还得防着李煜，得空还得打探着消息。回到屋里，冰锅冷灶，炕冷茶凉，连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。再加上奴才这老腰旧疾复发，疼得厉害。您让奴才怎么安心效忠皇后娘娘？你可是有了可心的人了。平日来传话的都是莲心姑娘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也算熟人。你若是喜欢宫女，本宫挑个年轻貌美的给你。可莲心是本宫用惯了的人，嫁了人也不方便。奴才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莲心姑娘是皇后娘娘的得力丫鬟。奴才和莲心不是正好吗？再说日后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，奴才传话给娘娘，岂不是更方便？奴才求皇后娘娘成全，奴才一定以性命报答。
皇上，明日是永莲第一日去上书房读书，臣妾想亲自送他去。皇后不放心吗？朕给永莲找的陈太傅和百太傅都是博学鸿儒，都是朕挑了又挑的。永莲年幼，有好多话，臣妾想亲自跟他说。好吧。皇上，那莲心的事，皇后真这么打算？王亲对莲心有意，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再说，莲心也没有了父母，底下又有一堆弟弟妹妹要他当差养着。若是能配给王亲，也可以继续在长春宫侍奉，也倒是成全了他的心意。可王亲到底是个太监，是他来求你的吗？他怎么好意思求臣妾？是臣妾可怜他们孤苦，才想让他们成个家，以后也好彼此有个安慰。这王亲虽说是个太监，可是他若真的能心疼莲心，也算是件好事。这事情啊，勉强不得，得两个人愿意才行。皇后得问好了莲心再做主啊。臣妾知道。当心着脚底下。永莲，你还没睡醒呢。今日是你第一天去上书房读书，必得知礼明规矩。这往后卯初读书，未正2刻散学，散学后习布设，还属无间断。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？元旦、端阳、中秋、万寿节，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辰，一年有5日可以休息。永莲，你是皇上的嫡子，更要勤勉好学。虽然卯初读书，但是寅正时分，你就要去上书房温书，皇额娘也会常问起你的功课，可不许偷懒。儿臣定不辜负额娘的期望。好，你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要把莲心配给王公公啊，这也得两情相悦吧？你说莲心会喜欢王公公吗？那怎么了？站住！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说什么呢？太监无妻儿，宫女无夫郎。我们结个伴怎么了？是。这是有脸面的人才能得到主子的这个赏赐，你们有这个脸吗？你们有这面吗？恭喜王公公！但是活给你们都派少了，干活去。是。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是，王亲看上莲心很久了，只是皇后娘娘一直没有松口，如今不知怎么竟答应了。许是皇后娘娘想借王亲探听圣意，多重依靠。可她是皇后啊，何必呢？万人之上有万人之上的孤苦害怕，就像站在塔尖上，一阵小风都会变成大风。都是苦了莲心。咱们挑点新鲜的薄荷叶煮水，永皇怕热，用这个洗澡凉快些。自从大阿哥来了，这里多了些欢快的声音。皇上昨天晚上说，永皇住在延禧宫，你也费心照顾，所以打算给你尽一尽位分，便是贵人啦。皇上这是看重长子啊，只是不知道谁有幸可以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1位皇子，那才真的是贵子。姐姐，加把劲儿啊！儿子请母亲安，请海娘娘安。起来。怎么不高兴啦？那我们先用晚膳，用完晚膳，母亲陪你出去走一走啊。母亲，二弟第1天来读书，陈太傅就夸他仁厚，有太子之风。母亲，做太子很好吗？为什么永年可以做，我不可以？
永莲是皇后娘娘嫡出，身份很尊贵的。可我是皇阿玛长子，他们都说长子应该做弟弟们的表率，太子不就是表率吗？谁跟你说的这些？额娘在时说过，额娘说太子也有许多是长子来做的。永华，在宫里啊，子凭母贵，母亲和你额娘都是嫔妃，比不上皇后娘娘，所以你的地位也比不上二阿哥。这话以后不许说了，说出去给自己招祸，知不知道？儿子明白了。主儿，有哭声。主儿，有哭声。谁呀？谁在那儿哭？奴婢请贤妃娘娘安。这是怎么了？眼睛哭得跟个桃似的。奴婢就是想家了。你伺候皇后娘娘更要注重一些仪容，别挂了一脸泪痕回去。皇后娘娘疼我们，不会责备奴才的。谁不知道皇后娘娘疼你呀？你可要大喜了。我呀，当然是没有皇后娘娘亲自婚配这般好福气啦。先恭喜姐姐啦。阿若，你还笑？话那么多。主儿，今儿上午奴婢去皮库，谁知道他们忙忙碌碌的，说皇后娘娘正在给莲心备嫁妆，要嫁给王钦呢。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真是可惜了。有什么可惜的？这满宫里的太监属王钦地位最高，好多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。莲心配了他，是占便宜了。宫女配太监本就可怜，你不能取笑她。哦，主儿，以后你也会给奴婢许一个好人家吗？那是当然。奴婢全凭主恩典。索性，主今儿高兴，快求求他，让他也给你指一个好人家成婚。奴婢要一辈子伺候主的。贵妃安。听说昨儿永和宫里的太医跑进跑出的，皇上也去了。你离那儿近，知道何事吗？贵妃一向消息灵通，我还想问您呢。哼，本宫还以为贤妃那儿春色常驻，一日也不落下，皇上自会告诉你。这谁啊？皇上欣赏的，就这么碎了。就一只玉钗而已，皇上赏的还少吗？小家子气！看清楚是谁了吗？看背影像是苏云，应该是没常在。主儿，别气恼了，别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臣妾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坐下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今儿怎么来晚了呀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方才从长街过来，主儿不知被谁的撵轿冲撞了，人差点扭了，连皇上赏的碧玉钗也跌碎了。臣妾当时实在不敢计较，怕误了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可还是晚了，请娘娘见谅。你无大碍就好。那没看清是谁撞的吗？奴婢看着仿佛是没常在。啊，方才是冒失了，
差点撞到贵妃。你现在知道撞着本宫了，方才怎么逃得像一阵风似的？本该停下来给贵妃致歉，只是有桩要紧事，不得不先来回禀皇后娘娘，所以对不住了。至于跌了皇上赏的碧玉钗，您到嫔妾宫里随便挑选，配您几只都不要紧。你是在跟本宫说笑吗？昨儿夜里永和宫就闹了一宿，今日又如此无礼，你别以为皇上宠着你就忘了自己的身份。禀皇后娘娘，臣妾昨夜偶感腹痛，皇上传了太医来看，说是臣妾玉玺，已然有身孕了。这么快？不算快了，臣妾服侍皇上已有半年，若是半年都还无身孕，那定是臣妾无福。梅常在，你快坐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这可是大喜事儿。只是，若是玉玺，怎么会腹痛啊？太医说，臣妾玉玺才月余，臣妾体质寒凉，胎儿体热，有所冲撞才会腹痛。其实也无妨。臣妾也是因为着急将这件事回禀皇后娘娘，所以冲撞了贵妃。也不敢停留，还请贵妃娘娘恕罪。得了，才有了身孕，仔细些便好。万一磕了碰了，小心丢了这份福气。好容易得来的福气，怎么会就这么丢了呢？有贵妃庇佑，嫔妾和孩子的福气还长着呢。梅常在，你这是头胎，要格外小心。本宫会多拨些人过去伺候你，缺什么要什么，尽管来说。这10月怀胎辛苦着呢，不过这辛苦也是福气。是。嫔妾看贤妃娘娘抚养大阿哥，费心尽力，这不是亲生的都尚且如此，若是亲生的，该何等艰辛啊！还是贵妃福气好啊，这没生养的人总是看上去年轻些。好了，这有孩子的固然高兴，没孩子的也不必急，你们早晚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梅常在这胎来得好啊，若是个皇子，可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呢，那可是大贵之子。程家贵人吉言了。本宫这儿也有桩喜事要告诉大家。莲心，奴婢在。这满宫里的丫头，本宫最疼的就是莲心。皇上说了，要把莲心许给养心殿的副总管太监王钦，婚期就在中秋后。皇后娘娘，奴婢不想成婚。本宫知道你忠心，所以才盼你嫁得好。你的嫁妆，本宫会加倍给你。皇后娘娘，莲心，王钦中意你许久，这门亲事是求也求不来的好姻缘，你可不能辜负了皇上对你的疼惜。娘娘，皇后娘娘慈爱，莲心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奴婢先带她下去了。皇后娘娘真是慈爱米下。是啊，王钦可是皇上眼前的大红人儿，这门姻缘配得上莲心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梅常在腹中的龙胎。梅常在，你可要好好休养，万不能有什么闪失。是。
莲心，她无事吧？没什么事，可能一时想不明白才哭了。让莲心嫁给太监是委屈她了，本宫日后一定好好补偿她。王亲有体面，也不算是委屈了莲心，能够为娘娘办事，她理应高兴才是的。你好好安慰她，让她一定知道，笼络住了王亲，就是笼住了皇上的心思和脚步。奴婢明白娘娘的苦心啊，可是娘娘真的不担心梅长在的身孕吗？这若是个皇子，可是个贵子啊！这孩子啊，若是他生的还好些，生母低贱，这贵子还能贵到哪儿去？梅长在玉玺怀上了皇帝登基后的头一胎，皇帝必定欢喜。要是个阿哥，那便更好。在宫里，玉玺有孕不算大喜，生下女儿也不算大喜，平安得个皇子才算真有福。这位皇子定会跟太后您亲近。都说母凭子贵，有了这个贵子，梅长在定会封个主位的。梅长在有意南下，不过还没有过先帝的周年，有了喜事也不必太张扬。夫家，哀家有一尊送子观音像，你送去永和宫，叮嘱梅长在一定要好好安排。江南水患让皇上忧心，好几日都不来后宫了。朕得日啊，去瞧了梅长在。都说帝王登基之后，第一个皇子是贵子，朕高兴。来，如意啊，陪朕一起喝一杯。臣妾敬皇上一杯。皇上知道吗？皇后娘娘要把莲心许配给王亲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臣妾只是觉得，好好的女孩子家，嫁给一个太监，可惜了。那是皇后好心，让他们两个好有些照应，所以朕就允了。皇后贤惠，但朕也知道，你和贵妃之间，她更偏爱贵妃，所以皇后的事情你也少沾染，对你有益。贵妃自然有贵妃的好处。皇上，在这儿咱不说别人。哟，你还有这小心眼儿。皇上的心啊，分两半儿，一半儿在前朝，一半儿在后宫。这后宫大半儿呢给了太后和皇嗣，小半儿给了妻妾。在妻妾这一半儿呢，嫔妃们各自都分了一点儿。皇上今天在臣妾这儿，要是还说别人，那臣妾不就连芝麻点大都沾不上了？朕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朕还年轻，朝中那些大臣呢，都是曾经跟着先帝的老臣，他们呢，在朝中个个都有权势，朕得一一治理他们，以免他们说闲话。所以呢，这一阵子后宫朕比较少来，为了孝心和敌政，朕必须要多去看看太后，还有皇后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不能怨，怨了就是不理解皇上的难处。臣妾当然想皇上来，最好来了就不要走了。但是臣妾也明白，皇上是天下的皇上。这是真话了。在后宫里啊，嫔妃们呢，各自有各自的好处，可有一件是他们没有，只有你有的。什么？是一份直爽。这份直爽是对着朕的，从初见到现在，从未变过。直爽不是后妃之德，这算什么？这好处啊，
是夫妻之间的。朕懂，朕也珍惜。这延禧宫，虽然朕不一定能常来，但你总在朕的心里，而不是在这宫里。快点儿，姐姐，等等，你才从小厨房出来，一身的油腻子味儿，也配到皇上跟前伺候？你们跟我走。皇上，主儿。这道安子水晶块是皇上最喜欢的，主儿啊，一早就吩咐小厨房做好了，差半分都做不成这水晶剔透的样子。这道荷花蒸鸭脯是专用了不肥不瘦的鸭脯肉，吃起来最是性凉去火。这道糖醋桂鱼酸甜可口，最宜下饭饮酒。还有一道碧糯佳藕，口味清甜，也象征着皇上和主啊佳藕天成，蜜里调油。这菜的心思啊，都是你主的，可是啊，他嘴上从来不肯说。是奴婢多嘴了，我们主儿是个实心人儿，惦记着皇上的心存在那儿，说不出来。要是奴婢也不说的话，只怕我们主的痴心更是没人知道了。你也算是会说话之人了，没想到你底下的丫头，一个赛一个机灵。朕记得阿若跟了你好几年了。阿若是臣妾的陪嫁，仗着伺候臣妾多年，这话就不好好的在舌头底下蹲着了。没事儿，平常说话热热闹闹的，开心一点，朕也挺喜欢的。既然皇上抬举你，你就留下来布菜伺候吧。是。这原本啊，朕不想说前朝的事情，可看到这藕啊，朕的心里又开心了。这江南连年水灾，百姓颠沛流离，一直是朝廷的心头大患。先帝年年想治水，也拨了银两去铸造堤坝，可这堤坝软得像豆腐一样，怎么也挡不住洪水。江南风光虽好，也挡不住夏天的大水。但今年呢，淮阴知县管修堤坝，建得好，防住了洪水，百姓安乐，是把朝廷派下去的银子都用上了。淮阴啊，年年都有水灾。这个知县既能管事，又能治水，朕呢，该好好嘉奖他。能替皇上分忧，当然得好好嘉奖。这个知县叫什么？索抽棱贵夺，镶红旗出身。朕想着他要是能实实在在的治水，也是个有用的人才，朕可以封他为知府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贵夺是阿若的阿玛。啊，这么巧啊！朕夸了半天，原来女儿在这儿啊。好，先起来。谢皇上。阿若，你阿玛在外头替朕尽心，你呢，在后宫好好伺候着，自己啊也能熬出个眉目来的。那皇上的意思是会替阿若许一个好人家？那臣妾替阿若谢过皇上。阿若有没有这个造化，还得看他自己。奴婢一定尽心伺候。索性，虽然我和你都是伺候主的宫女，但我是主的陪嫁，我阿玛又得皇上夸奖。从今往后啊，我与你便更是不同啦。知道，这样大的喜事，恭喜姐姐了。这杏花粉就是好，扑在脸上可养人了，是我阿玛特意从外头捎给我的。出
了一身的汗。哎，你去打水来给我擦身子吧。还有，拿艾草好好熏熏，可别让蚊子咬着我。是。贱坯子，活该伺候人。宫女的衣裳真是素净，越看越寒酸，偏连鞋子上也不让绣花。阿瑞姐姐，你新做的衣裳已经到了，好看的很呢。我已经给你放在你的衣柜里了。是吗？嗯。小心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很衬姐姐的肤色呢。是吗？那我就将就穿这件吧。那姐姐抓紧穿戴，我去服侍主起身了。去吧。朕还记得在前底的时候，你经常替朕梳头发。你这碧发的是什么水啊？好像不是平常用的渔叶刨花水啊。这种花水啊，是配了乌金、榧子、皂角几味中药，再加上梅花里的血水，配以茉莉、栀子调香，常常用这种水梳头，会使头发乌黑健忘。这人们都说啊，白头到老。这要是经常用你这花水梳头，那岂不是咱们要黑头到老了？不许白头。皇上，你惯会笑话臣妾的。岁月虽长，但慢慢携手同行，总会有白发齐眉、相携到老的时候。来日不知何许长，到时候臣妾鸡皮鹤发，皇上都不愿意看臣妾了。等到你鸡皮鹤发，朕也鸡皮鹤发了，这才叫做真正的相看两不厌呢。只要皇上愿意，臣妾愿意陪皇上一直走下去，多久多远都一直走下去。皇上快起驾吧，别晚了。小心，阿若怎么还没来照应？奴婢去催催。阿若姐姐，阿若姐姐主叫你呢。就好了，催什么？够好看了，不似寻常宫女，反倒像一位格格呢。这样才合我的身份。皇上起驾！阿若姐姐，快一点吧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好，来。皇阿玛带你去上书房，顺便问问你师傅，你功课如何？梅常在有喜了，朕打算封他为贵人。不过，朕更盼着你，男孩女孩朕都喜欢。臣妾恭送皇上。主儿，您喝茶。主儿，您这么看着奴婢，是怎么了？看你穿粉点翠的，哪像个宫女？奴婢是为主高兴，所以打扮得鲜亮些。你是为我高兴，还是你知道你阿玛立宫为自己高兴？你是延禧宫最有身份的宫女。彰显身份也不靠仪式。再说皇后娘娘不喜奢华，尤其宫女打扮出阁必定守法。除了正月和万寿节，宫女不许穿满绣的衣裳。你这一身要是让旁人看见了，必要挨竹板子。啊？打竹板子，那是要把裤子退下来的，让人看见奴婢，臊也得臊死。知道厉害还如此放肆。主儿，奴婢只是高兴，没想那么多。主
主儿，奴婢知道错了。脱了去吧，除了年节不许再穿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换。阿若现在有些家事越发轻狂了，你跟他住在一起也多提点着点儿。也是啦，他这个性子，我的话都未必全听，何况你的。姐姐，索性，你说实话，我刚才穿那件衣服是不是很好看？好看是好看，只是主觉得我太好看，怕我抢了他的风头。刚才皇上多看了我2眼，没想到主就嫌我碍眼了。姐姐误会主了，主也是谨慎，万一被别人抓到了把柄，难为姐姐可怎么办呢？姐姐别哭了，快把衣服换上吧。穿就穿。索性，姐姐赶紧把衣服穿上，然后赶紧去服侍主吧，我先走了。皇上亲自送永皇去读书。自从大哥给了贤妃，皇上更疼他了。就是咱们二哥，也没得皇上亲自送去圣书房啊。贤妃捧着永皇这般得宠，果然是狼子野心，另有所图。娘娘总算是看清了。贵人胎想安稳，只是头3个月害喜的厉害，微臣这就回太医院给您配药。我胸闷恶心，头也疼得厉害。皇上呢？素云，快去请皇上。这是太后赏您的燕窝，给您安胎的，您先吃着，奴婢这就去。皇上可真重视玫瑰人这一胎呀！这才玉玺多久，就封了贵人。若生下贵子，岂不立刻封嫔？你怎么就知道她一定怀的是贵子，又一定生得下来？小小琵琶女，处处与本宫作对，她便这般有福了。贵妃娘娘说的是，这玫瑰人打进宫后就对您不敬。如今更是仗着玉玺作威作福，整日缠着霸着皇上。听说前几日皇上刚去您那儿，就又被他给叫走了。本宫容不得玫瑰人，就是如此。本宫会日夜祈求上苍，让他求子偏生女。即使是生下皇子，也是个蠢笨呆傻，不得皇上喜欢的。哎呀，若玉玺的是我，皇上定会厚赏咱们母族。是我没福气，赶不及在皇上登基后头一个玉玺。您听听刚才贵妃那口气，若第一个玉玺的是您，那得多少双眼睛盯着您呢？防不胜防。说的也是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你去御膳房看看，有些什么点心拿下来。待会儿我请了纯嫔来说话。是。哟，小路子，哎，忙什么呢？嗨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兄弟小福子？这不大阿哥住进了延禧宫，这小福子差事多了去了，没空来啊。那你这是？好，玫瑰人玉玺，这饮食都是独一份的，可惜
玫瑰人才遇喜3个月，吃不下多少。刚有身孕都这样，等以后啊就吃得下了。是。得了，你忙吧。行，我先去给主儿拿点点心。哎。主儿，皇上也回去了，外面秋风寒，咱们要不早点回去歇息吧？回去也是闷着，头晕恶心的，不如在这儿透透气，还舒服些。皇上陪了您一上午，您的脸色看起来也好多了。我也是头一回遇喜，心里总是害怕，还想皇上多陪我会儿呢。上回皇上在贤妃那儿，这回是在贵妃那儿，为着您身体不适，皇上丢下他们就过来了。难不成他们还敢拦着皇上不许来？一群肚子里没货的东西。他们自然不敢。可主还是听奴婢一句劝，主子说您怀着龙胎，不宜过分引人注目，引来怨毒，要扬眉吐气，生下了龙胎有的是机会。给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王亲，今天是你跟莲心的喜日子，你们成婚不能张扬，就本宫和贵妃送送你们吧。这，奴婢多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多谢贵妃娘娘恩典。莲心，皇后娘娘恩德续下，在下人们住的午房那儿挑了一间最宽敞的，给你们夫妇住着。谢皇后娘娘恩典，谢贵妃娘娘。吉时已到，快行礼吧。主儿，今是莲心成婚，主是为了这个闷闷不乐吗？你看到莲心这样，你高兴啊？我也很难过，可是那是皇后娘娘。主别想那么多了，赶紧把这银耳喝了吧。皇上叮嘱过的，早起用燕窝，睡前喝银耳。什么声音？那声音好像是从太监的午房那儿传来的，听着像莲心的声音。行了，快起来吧。你昨儿刚成亲，怎么今天就回来当差了？奴婢习惯了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，一日都不想离开。这镯子是王亲给你的。那看来他对你是极好的。托皇后娘娘洪福，一切都好。那就好，也不枉了本宫一番心意。苏烈，把东西拿上来。是。这锦盒里的是对鎏金福寿双成的佩环，也愿你和王亲福寿双安，白头到老。奴婢多谢皇后娘娘恩赐。
皇后娘娘慈心，待奴才们可真是好。可惜呀，王钦是个太监。太监怕什么？王钦好歹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，人也在宫里。莲心若是嫁到外头，万一出点什么好歹，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还不如守着宫里的荣华呢。各位姐姐，昨晚上难道没听见什么声音吗？玫瑰人也听见了，恍惚听到舞房那儿传来2声女人的叫喊。照理说，延禧宫离舞房最近，该是贤妃听得最清楚。的确是，我们睡得早，什么也没听见。贤妃娘娘不肯说就罢了，阿若，你睡得晚，你可听见了？没有。或许是哪个太监的叫声，听起来很像女人吧？太监就是太监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声音不一样的。会不会是莲心？咱们这么揣测，估计会惹皇后娘娘不开心吧？许她喊，就不许咱们议论吗？我倒想知道个究竟，莲心为什么会喊起来？那声音啊，好凄惨啊！吓得龙胎都在我腹中抽了2下，差点便要传太医了。你们就少说2句吧。海兰，我们走。走吧。姐姐，我想先去内务府寻些碎料子。那你早去早回。是。当面给莲心道喜，背地里却看人家笑话。贤妃娘娘，请留步。贤妃娘娘，您的绢子落在长春宫了，皇后娘娘叫奴婢给您送过来。多谢了。眼看就要下雨了，你也回去吧，免得沾着雨也不好。是。如今莲心姐姐可与我们不同啦，淋了雨也是有人心疼的。都说太监会疼人，瞧瞧这镯子多富贵呀！的确是王公公疼姐姐。再说了，姐姐嫁给王公公也省了生儿育女这桩苦楚，这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呀。咱们回宫吧。这福气这么好，那我就祝你也嫁一个公公，白头到老，死生不离。我哪里能和姐姐比呀？只能看着姐姐和王公公无儿无女，亲亲近近的相伴到老了。阿若，你要再放肆，本宫就要好好的罚你了。什么便要狠狠的罚？在宫中这样放肆取笑，就该立刻打死。不知怎的，本宫一瞧见莲心，便有些心虚，怕是自己配错了姻缘，误了她的终身。奴婢明白，所以打发她去给贤妃送绢子去了，少让她在您跟前。你去告诉本宫家母，让她好生照看着莲心在宫外的弟弟妹妹，让莲心安心。本宫瞧着她脸色也不好。听说配婚前阿若嘴坏，总是奚落莲心。这个阿若牙尖嘴利，甚是讨嫌。奴婢听贵妃说，阿若的阿玛贵夺现在跟着高大人治水，很有才能，如今甚得圣心。有了这个阿若在，只怕贤妃又多了助力。贤妃如今抚养着大阿哥，又在皇上身边多了一个助力，真是让人不安。贵妃娘娘，奴婢是无心的。无心也能说出这般刻薄的话来，可见私底下嘴有多坏。阿若放肆，言语有失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还请贵妃恕罪。莲心，你回去好好伺候着皇后娘娘，本宫自会为你做主。奴婢多谢贵妃娘娘。这嘴生得跟刀子似的，你是仗着贤妃的恩宠呢，
还是仗着你阿玛在我阿玛面前略微得脸些，就真当自己是个格格了？奴婢不敢。皇上常说，中司门寓意大清子孙昌盛，乃宫中延绵子嗣、神圣之地。你竟敢在中司门下说出无儿无女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是真不想要命了。何况莲心的婚事是皇后娘娘亲赐的，就凭你也敢出言嘲讽？奴婢因与莲心姐姐相熟，才这般开玩笑的，贵妃娘娘恕罪啊！出言不逊，嘲笑宫人，无视中宫，冒犯祖宗，本宫不得不责罚你，以尽列祖列宗。出言不逊，嘲笑宫人，无视中宫，冒犯祖宗，本宫不得不责罚你，以尽列祖列宗。来人，这张嘴！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，阿若就算有过错，你也不该这么打她。贤妃，本宫还没问你管教不严之罪，你还敢帮她？请贵妃让我把阿若带回宫中细细管教。教而不善，本宫就替你管教。贵妃的责罚，我和阿若是断断不敢有怨言的。只是明天阿若还要当差，打伤了谁都不好看，还请娘娘宽宥。这雨就快下来了，本宫也乏了。莫心，扶本宫回去歇着。是。双喜，这你留下来，本宫罚阿若在中司门下跪着思过6个时辰。这奴才一定看着他。至于贤妃，本宫罚你抄写佛母经100遍，今夜之前送到安华殿焚烧谢罪。是。主啊，您救救奴婢，救救奴婢！自己的过错自己担着。主啊，主啊！双喜公公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这儿有2把伞，留给您和阿若挡挡雨吧。这贵妃娘娘不成嘱咐，我这也不敢接呀。主啊，主啊，你救救奴婢！主啊，跪下！主啊！哎呀，水之，哎，水之，把窗子关上。来了来了。这雨已经下到午后了，怎么一丁点儿也不见小啊？幸亏小乐子和水之把永璜接回来了。奴婢刚刚去看过阿若了，原本想偷偷塞2个馒头给他，可是庄喜一直在廊下看着他，一丁点儿也不肯松动。几次3番的跟他说要嘴上留心，他就是不听。嘴上不饶人，也该长个记性。这雨可是越下越大了，你要跪6个时辰呢，你可给我跪好了，别想偷懒，我可盯着你呢，听见了吗？你给我跪好了。
珠，别急，那贵妃不好应付，万一挑出个错来，便是白写了。都说雷雨易停，这雨怎么就越下越大？下了雨寒凉，阿若跪在大雨里，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冻成什么样呢。我这儿快抄完了，待会儿你拿到咸福宫知会一声，然后去安华殿焚烧了交差。是。阿若跪了几个时辰了？已经4个多时辰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你去请许太医来，就说我身子上不舒服，让他拿一点祛风治寒的药。奴才这就去。水枝，在。你去烧点热水，等阿若回来，让他泡一泡热水澡去寒，再拿2床厚被子让他捂着。姜汤也要准备好。是。珠还是心疼阿若的。他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谁让他自己不争气？去吧，拿给贵妃，回来做你的差事。是。你快去开门！小心点，好。珠，姜汤熬好了。再搁点姜片进去。喝口姜汤。不是说6个时辰吗？大约是贵妃娘娘气消了，传了皇上奴婢回来，没再让奴婢当些贵人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太医一会儿就来了。再喝一口。再多加点艾叶吧。是。莲心还没回来呀？外面雨下得这么大，兴许在哪里避雨吧。莲心，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贤妃的绢子奴婢一早就送去了，回来的路上看下了雨，就去上书房看了下二阿哥。这是二阿哥今日临的帖，叫奴婢送回来，请您过目。你有心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奴婢多谢皇后娘娘挂怀，但奴婢不必回去。奴婢伺候皇后娘娘。你昨日才成婚，还是早点回去跟王清说说话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王清待你不好？皇后娘娘，奴婢。莲心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你若是与王清过得不好，就是辜负了皇上和皇后娘娘的心意了。莲心，本宫知道王清不算个男人，不能跟你生儿育女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可除了这个，王清还算是个有体面的人。你既然已经跟他成了婚，只要他能好好待你，你就好好跟他过日子吧。娘娘。
莲心，你想想，你的弟妹一直都是由皇后娘娘母家富察家在照顾，你何该感恩才是啊！哪怕现在受些委屈，权且忍耐一阵便是，先把差事办好了要紧。一切都是为了皇后娘娘和二阿哥。娘娘，姑娘是淋了雨着了风寒，须得仔细调养。微臣会开了方子送药来。膝盖呢？以微臣的经验，膝盖是外伤，敷些药也无妨。怕冒犯了姑娘，微臣就不看了。内服外敷，好得更快。多谢许太医。三宝，送许太医出去。这，微臣告退。把裤腿卷上去。主，奴婢好委屈。委屈什么？贵妃折磨奴婢，就是为了羞辱主。奴婢受委屈没关系，可是主，你受委屈当然不要紧，因为你是自作自受。皇后从来不向着主，奴婢是为了替主出气，才奚落莲心的。替我出气，还是替我挖个坑让我跳进去？我再三告诫过你，这是后宫，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活活打死。你有几条舌头去填你的命？奴婢就算有不是，那也是为主的一片忠心呀。阿若姐姐，主就是为了替你求情，才被贵妃为难，抄了100遍的佛母经。主，奴婢是替您不服气，凭什么贵妃事事都压在您的头上？主又不是争不过她。你就知道争，就知道出头。你知不知道凡事要适可而止，有进有退？你是喜欢争，可你又争不过人家，还把自己填进去。姐姐风寒，喝碗姜汤散一散吧。自己喝。是。喝了姜汤，好好去睡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下一次再胡乱逞强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楚儿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贵妃说主抄的佛经字迹潦草，并非诚心认错。那她想怎么样？贵妃让您再重新抄录100遍，明天去长春宫请安前送去咸福宫。无妨，我再抄100遍就是。其实贵妃根本就没有翻阅您抄的佛经，她就是存心刁难。这不是意料之中吗？她哪是要看我抄的佛经，分明是想看我辛苦劳累。阿若没有分寸，贵妃要教训她，可贵妃自己也失了分寸。我会让她知道什么叫分寸之内。
贵妃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主不是抄佛经吗？怎么写了一首旁人的诗？抄佛经是弄小巧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主忙了一晚上了，赶紧歇歇吧。皇上昨晚上歇哪儿了？歇在永和宫。去吧。是。我这就走了。谁在那儿？媒介御驾在此吗？奴婢延禧宫宫女索心，无心冒犯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是索心啊，起来吧。是。奴婢原本想去永和宫门外迎候皇上。何事啊？今日是8月18观潮日，皇上曾与主提起向往海宁观潮盛景，遗憾不能一去。主特意叫奴婢交一份东西给皇上。8月涛声吼地来，头高数丈触山回。须臾却入海门去，卷起沙堆似雪堆。是刘禹锡的《浪淘沙》，是讲8月18江潮壮观之景。朕确实与他说过，朕向往江潮之壮观，他还记得。是。这下面怎么还有一份佛母经啊？我们主说，钱江潮虽有万马奔腾之势，无可比拟，但常常听闻有人卷落江中，有所损伤。所以特意抄写佛母经一篇，借助佛母慈悲，眷顾百姓。那你手里那些是？主令抄佛母经100篇，散布功德。好，那这一份朕就收下了。王钦啊，奴才在。将贤妃所抄的佛母经供在神龛里，这个月都不用取下来了。奴才遵旨。起驾！恭送皇上。从长春宫请安回来，贵妃一句话都没说，我就知道你把事儿办好了。是，皇上把主的佛母经供在了神龛前，奴婢在贵妃面前提了一提，贵妃便不作声了。她虽然气恼，但还是让奴婢把佛经送去安华殿烧了。皇上都喜欢，他还挑剔什么？主都没有告诉皇上贵妃刁难您的事儿，已经是留情了。
我只是想提醒他，适可而止即可。阿若怎么样了？喝了许太医开的药，已经好多了。素心，我是不是宠坏了阿若？阿若姐姐是主的陪嫁，主疼她是应该的。阿若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，我打算给她许个好人家。阿若姐姐好福气。我不是不愿意她留下，而是阿若这个脾气留在宫里是会害了她自己。不如趁着青春正好出宫嫁人。主不是想给阿若姐姐指个御前当差的侍卫吗？原想指一个御前侍卫，总有出头之日。可是她这个脾气啊，要是跟宫里再有瓜葛，必定是麻烦。阿若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婚事上必得上心。等哪天额娘进宫来看我，我让额娘给她寻个好人家。主儿，奴婢求求主，不要放了奴婢出去。奴婢不想嫁人，不想离开主儿。你越发没有规矩了，生着病还跑来做什么？主恕罪，奴婢不是有意偷听主说话吗？只是觉得自己身上好些了，想来伺候主。起来吧，我也就是一句玩话，没有即刻要你出宫，也得好好找个人家呀。奴婢离开紫禁城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如果主真的要放奴婢出去，也请多留奴婢几年，让奴婢好好伺候您。奴婢担保，奴婢以后绝不再给主惹祸了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主要是不答应留着奴婢，奴婢便不再起来了。宫女出宫的年纪是25岁，便留到25岁再走吧。真的？奴婢多谢主。去吧，去把身子养好了。奴婢告退，一定养好身子，好好伺候主。那些老臣也太不顾皇上颜面了。皇上让阿玛进军机处暂襄政务，他们为何反对啊？讷亲反对，张廷玉也反对，说高斌啊总去河宫勘察，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，无日不承命办事，高斌顾不上。再说了，也是担心朕过于宠爱你，怕外戚当权。皇上启用皇后娘娘的弟弟傅恒看顾马骑，重用副察事。臣妾就一个阿玛为您办事，他们还要啰嗦。你和皇后比什么？皇后是中宫。皇上，臣妾不敢跟皇后娘娘比，臣妾就是心疼阿玛。也怪臣妾不争气，身边没有个孩子，只能任人欺负。那你要如何啊？阿玛既然进不了军机处，那您就把大阿哥从贤妃那儿接过来给臣妾。熹月，朕太惯着你了，纵得你撒娇撒痴。河北义东吴语闹了旱灾，朕派你阿玛去河北巡视，等他有了功绩回来，自然调他去军机处，也无人说嘴。当真？多谢皇上。拿你没办法。讷亲和张廷玉拿外戚和河宫事务做借口，听说啊，
高冰进不了军机处了。这帮老狐狸，都是老臣了，皇上不会不给他们面子的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皇帝算是年轻，要再过个5年10年，还想这么去说服皇帝，那也难。太后，您别总想着前朝的事儿了。今日永和宫来禀报，说玫瑰人这一胎怀得不舒坦，总是闹病，头胎反应大是正常的。福家，去慈宁宫挑些好东西进去赏他。奴婢这就去。主儿，皇上总算答应你，皇上还是疼您的。希望皇上一辈子能疼本宫。是谁在那儿呢？贵妃娘娘。小路子，好好的，你在这儿哭什么？贵妃娘娘，奴才家乡河北闹了旱灾，一家子人都找不回来了，所以奴才才伤心。你那兄弟小福子不是在贤妃宫里当差吗？你怎么不去求他？贤妃家中无人，求了也帮不上奴才忙啊。本宫的阿玛正好在河北巡视，倒是可以帮你寻寻人看。谢贵妃娘娘。不必着急谢本宫，以后多的是机会。是。主睿智。珍珠姐姐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嘉贵人这副模样是怎么回事啊？嫔妾没福气，一直难有子嗣。都说这中司门是宫中求子圣地，所以嫔妾刚去了中司门祝祷，希望能得祖宗庇佑，早日有个一儿半女的。求子便求子，你这般灰头土脸的，祖宗见了你这副模样，就会赐你子嗣了？是啊，嫔妾哪有玫瑰人这般有福得祖宗庇佑？瞧，这不是来了吗？给贵妃嘉贵人请安。玫瑰人，贵妃娘娘嘉贵人，嫔妾怀着身子行动不便，皇后娘娘多叫免礼，您二位就莫怪罪了。没关系的，龙胎要紧。本宫今日容你，待你生下龙胎，看你还敢矫情。贵子之母，不敢矫情。你怎么知道便是贵子了？和静公主正缺一位姐妹作伴呢。嫔妾既然怀着身子，就有一半得贵子的希望。若是腹中空空，自然是半点希望也无啊。你龙胎落地还有10日，你最好仔细怀着，小心落空。多谢贵妃关心。一个南府的乐伎，即使是封了贵人，你也在他之上，何必对他这么恭敬？嗨，臣妾对他恭敬什么？不过是看他怀着龙胎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若来日他真生下个贵子，嫔妾可就真要看他的脸色做人了。贱婢，永远是贱婢。主儿，您何必跟贵妃顶嘴？你听他那般言语，我为何要让他？身体要紧，别气坏了身子啊。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燕窝粥，吃不下，撤了吧。看见贵妃一次就气闷一次，头也晕得很。您总这么没胃口，晚上也睡不好。
还气闷，这对肚里的龙胎也不好呀。上午御膳房送来的鱼还有吗？我用些。您这么难受，还吃那些腥气的东西？纯平说吃了鱼虾有利于胎儿，他们都低看我，我偏要生个白白胖胖的贵子给他们瞧瞧。主儿貌美，大着肚子也是好看的。莫仙，你看本宫像吗？像。那本宫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自然是皇子。都说女子有孕会面部浮肿，身形臃肿。你看今天那个南府月季，怎么还是挺俏丽的呀？人家说玉玺怀男，除了肚子隆起，面庞身形都不变，怀女才会浮肿虚胖。你别认定她生的是个阿哥了。主，玫瑰人确实有生下阿哥的可能，但以她的福气，她又怎配生下阿哥？主，恕奴婢直言，自玫瑰人有孕以来，奴婢心中一直不安。她为人张扬，屡次对您不敬。若是她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，日后必定会对您不利。你要做什么呀？回主的话，御膳房喂鱼的小路子悄悄来找过奴婢献了一计。快起来说话。你们都给我小心着，这些鱼虾是专门给玫瑰人用的鲜货，送到御膳房赶紧得煮出来。是。微臣给嘉贵人请安。起来吧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似有担忧之色。玫瑰人一直害喜难受，本宫很是担忧。按理说都过了头3个月了，怎么还更严重了呢？奴婢看玫瑰人就是矫情，天天折腾，惹皇上怜爱。方才太医来回禀，玫瑰人的胎相确实不好。她怀的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，皇上重视得不得了，可不能出什么事。是啊，谁不知道这个孩子金尊玉贵呢？听说你常去看玫瑰人。是啊，臣妾常替皇后娘娘去看望玫瑰人，她再不知好歹，也该明白娘娘的慈心。这便是你比贵妃懂事的地方。本宫还听说，她与玫瑰人还有过争执。玫瑰人孕中火气大，与贵妃顶嘴也是有的。他有个得势的阿玛，为人就是不如你这般妥帖。臣妾远道而来，无所依仗，就只能仰仗皇后娘娘了。臣妾的所言所行，也都是为了皇后娘娘。你跟着皇上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如今玫瑰人都遇喜了，你若是有个孩子，也好。臣妾谢皇后娘娘。唉，怎么喝了这么久促孕的药，也不见我有孕？您承宠后一直服药避免有孕，这才停了多久？您别急。其实，谁也没有让我喝避免有孕的药，都是我太小心了。当年我入府的时候，哲妃正怀着大阿哥，可谁知，在生二公主的时候难产，母女俱亡。我说不准这里头有没有皇后的算计，更不敢生个跟嫡子年纪差不多的孩子，以免失了皇后这个倚仗。如今我没有长子，也没有嫡子，
只能看好时机，生个让皇上最喜欢的皇子了。一定会有的。主，这是松鼠桂鱼，您尝尝。嗯。这个烫，小心着吃啊。嗯。我怕您天天吃这些腻了，要不停2天鱼虾？不能停。怎么了，主？这儿嘴里像是长了东西，一咬就疼。太医说您是怀了孩子火气大才会这样的，想必怀的是个阿哥。要真是个阿哥就好了，看他们谁还敢瞧不起我。嗯，我再多吃点。来，孩子聪慧健壮，皇上才会喜欢。多吃点鱼。仁贵方正，字也是如此。是，母亲。怎么了？这几日儿子下学回来，都闻到延禧宫前腥味不绝。母亲命人给你焚香，入冬了，放些水仙花在你屋子里也是好的。听说玫瑰人这一胎胎相不好，老闹不舒服，又听说多吃鱼虾贝类可以生出聪明健康的孩子，所以才天天经过延禧宫送这些新物呢。玫瑰人为了孩子也是情理之中。对了，姐姐，玫瑰人抱恙，咱们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下？我听说纯嫔还有嘉贵人常常往永和宫跑呢。自然，咱们也不能失了礼数。嗯。我这嘴上的燎泡起了老大2个，说是涂了薄荷粉可以消肿，可也不见效啊，连吃东西也妨碍。这可不行，若是吃不下东西，你们母子俩的身子都亏着呢。纯嫔娘娘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嫔妾每夜不能寐，醒来又觉得头昏脑胀，现如今手也开始发抖了。妹妹不必太过紧张，怀着身孕总归是不舒服的，有这么多太医在呢，一定不会有大碍。还说呢，定是太医无用，否则怎么会治不好我的病？贵人息怒，贵人种种症状皆由怀胎引起，等到瓜熟蒂落的一刻，自然会好起来。是啊，再说你怀的是头胎，会更难受些。且看这种种不适的症状，多半是由体热引起的，像是男胎呢。都起来吧。是。都这么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纯嫔是养育过阿哥的，不会有错。嫔妾记得纯嫔娘娘在怀3阿哥的时候，身体也老是不舒服，孩子生出来反而更健壮呢。那就好。哎，今日怎么不见嘉贵人？哦，她呀，她听说你身子不安，说是去寻些红参与你补身子呢。嘉贵人嘴快，倒是个实心人。要不是那日她逼着纯嫔娘娘细想吃什么对孩儿好，纯嫔娘娘你哪想得起鱼虾这些？是啊，说起来呀，嘉贵人真是不错。主陪玫瑰人聊了许久，这天儿都快暗了。是啊，这入冬了，天黑的就是早。是啊，幸好我们从园子里走，接大阿哥也能快一些。什么声音？主儿，有人落水了，怎么办啊？你赶紧去救啊！这。你再往前照照灯。珠儿啊，是莲心，小心点。莲心，快把水拍出来。出来了。
莲心，贤妃娘娘，没说话就好了。主儿，奴才去请太医。你糊涂啊！这儿离养性斋最近，这个时候不会有什么人过去。你去生火烤着，快去。这史之，你去上书房接永璜，这事儿跟谁都不要提。是。小心，来。哎。三宝，你去近旁守着。这。你去给莲心找一套替换的衣裳。是。怎么会去寻死？奴婢不是寻死，是失足。奴婢只是失足。三宝，你去近旁守着。这。你去给莲心找一套替换的衣裳。是。怎么会去寻死？奴婢不是寻死，是失足。奴婢只是失足。失足落水的人会叫救命，你却无声无息。宫女自戕是重罪，也会连累家人。你还有丈夫王钦呢。要是我死了，能拖上王钦一起下地狱，我一定会。五房的叫声果真是你啊！从我被配给王钦那天起，我的日子就完了。白天是皇后跟前得脸的大宫女，是副总管太监的妻房，看着有脸面，可是背后却不知道怎么被人编排讥讽。阿若说的话，本宫替她向你谢罪，她也受了教训，再也不敢了。比起我夜里受的罪，这些根本都不算什么。一到夜里，王钦他简直不是人，他是禽兽。他打的？他岂止打我，他咬我，他针扎我，百般羞辱我。他这般对你，为何要向皇后娘娘求娶你？因为他需要一个女人，一个白天可以给他体面，晚上可以任他折磨的女人。仙妃娘娘，这样的日子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你为何不禀告皇后娘娘？没有的，皇后娘娘把我嫁给王钦，就是为了探知皇上的心意，给自己保障，也为二阿哥铺路，为了让我报恩听话，是皇后母家的人在照顾我孤爱的弟弟妹妹。如果皇后娘娘知道我和王钦是这般相处，她怎可和王钦撕破脸拆散未婚救我？我一个奴婢算什么？她根本不会帮我，我实在活不下去了。不
能自强，失足落水总可以吧？我一死，谁也不能为难我弟弟妹妹了。可是莲心，你要是一死，皇后母家觉得你家人无用，或许就不会再照管了。王清要是恼羞成怒，也未必会放了你的家人。我只是一个宫女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本宫帮你，本宫帮你。奴婢多谢贤妃娘娘。只是凡事都要等个时机，你且忍着，跟往常一样过日子。等时机到了，事情自然就成了。多谢贤妃娘娘，奴婢若能脱得苦海，一定拿性命报答。主儿，奴婢特地挑了一件和莲心姑娘今日穿着相似的衣裳，换上干净衣服，跟没事人一样，回长春宫去。奴婢多谢贤妃娘娘。怀着孩子，让你吃了不少苦，委屈你了。臣妾有幸怀上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，这是何等福气！臣妾再苦也值得。太医院呈文说，你的产期在春天，朕叮嘱皇后了，让她多多照应你。多谢皇上，等龙胎一落地，臣妾也就安心了。皇后体恤你，说冬日天寒，免了你成婚定省。这是朕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，你要好好养着，母子平安。都还不知男女，皇上就认定是个阿哥了。是男是女，朕都喜欢，不过最好是阿哥。又不舒服了？太医说，臣妾怀着龙胎，偶有不适。主儿，该用小食了。这碗青鱼羹是用姜醋烧的，最是开胃，您尝尝。还是那么爱吃鱼啊？纯嫔娘娘说了，这样孩子才聪明呢。好，醉起疗泡了，朕喂你吧。素烈，玫瑰人怀胎8月，接生姥姥备好了吗？内务府已经挑了人了，过几日就会送到永和宫。这按规矩，接生姥姥要备在永和宫上夜守喜。另外，你也让太医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是。玫瑰人到底是有福气啊，娘家没人，还有皇后娘娘看顾。皇上有多看重玫瑰人这一胎，你和本宫都知道。可玫瑰人现在生男生女还是未知数呢。再说了，她成天3病2痛的，不像是有福气的样子。皇后娘娘真是辛苦了，到了腊月又要忙着年节之事，又要忙着照顾玫瑰人。幸好有你伶俐，能替本宫打下手。宜贵人，你怎么了？皇后娘娘恕罪，贵妃娘娘恕罪，臣妾失礼了。主儿，你看多可爱。虽说现在还不知男女，但内务府送来的衣裳都是男孩居多，连玩具都是马、老虎啊什么的。皇上盼着要个阿哥，内务府还不揣摩皇上的心意。那若是个公主，岂不是很让皇上失望？公主也好，贴心。公主有什么好的？太后就亏在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子。主儿，您就想点开心的事情。内务府已经命内阁拟定名字，给皇上过目择选了。皇上真是心机。一个肚兜也值得费那么大劲儿啊！这是臣妾送给玫瑰人孩子的，贴身的物件更得仔细些。项历都是生了孩子以后，内务府让内阁拟了名字来看，
这回怎么送来的这么早？内务府的人会看眼色，知道朕特别重视这个孩子，于是请内阁拟了几个名字。如意，你过来替朕看看。是。这2个的名字有3个，永字辈，从玉旁，永成、永熙、永觉。公主的名字呢有2个，景宁、景富。你觉得哪个好？皇上这话不应该是去问玫瑰人吗？怎么倒问起臣妾了？将来啊，你也是要做额娘的，到时候有了咱们的孩子，朕也让你给孩子起名字。皇上惯会笑话臣妾的。朕呢，原本也是想问玫瑰人的意思，可是她的身子一直不好，朕现在只希望她能平安生下孩子。皇上既然对玫瑰人的孩子颇具期许，那臣妾觉得永熙便是极好的。如果生的是公主，银和富都像是田静女儿家的名字。永熙，朕也觉得永熙这个名字极好。卓，接生姥姥已经在偏殿住下了。青天剑也说准备来我们宫里选跑喜坑的吉位，还要在喜坑里撒放筷子、红绸子和金银八宝。为什么要做这些？这是好意头，是快生吉祥的意思。以前太后生公主也是这样。宫里规矩真多。规矩是一回事儿，皇上啊对您和龙胎上心，他们啊都想巴结您。皇上在哪儿歇着了？此刻已经在延禧宫了，要不主儿也早点歇歇。来，您慢点起。哎，主儿，皇上，永和宫来报，玫瑰人胎气互动，怕是要生了。什么？皇上去看看玫瑰人。走，陪朕去瞧瞧。是。怎么玫瑰人的叫声听起来特别凄厉啊？皇上过于忧虑了，女人生孩子不都这样？臣见过皇上。你都在这儿了，是不是玫瑰人不大好啊？皇上您请安心，早产1个月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胎儿还下不来，臣要开催产药了。好，你赶紧去，好好伺候，朕重有赏。谢皇上。皇上万安。皇后娘娘安。皇上，臣妾听闻玫瑰人早产，就赶了过来。司令，多带些人进去伺候，好生照应着。是，皇上，皇后娘娘多带了2位接生姥姥来，都是极有经验的。快进去吧。臣妾为了让玫瑰人顺利诞下龙胎，已让安华殿的师傅诵经祈福，保佑母子平安。皇后贤惠，一切辛苦了。皇上，这外头冷，咱们到偏殿候着吧。也好。皇上又不是第一次做阿玛了，还这般紧张啊？玫瑰人这胎要紧，莫名早产，朕总是放心不下。什么声音？
应该是龙胎落地了吧？怎么哭声这么微弱？皇上，臣叩见皇上。姬若，玫瑰人和龙胎如何了？皇上，玫瑰人累得昏过去了，但是并无大碍，只是龙胎。龙胎怎么了？玫瑰人生的是一个小阿哥，但是天生有不足，生下不久便红了。怎么会？刚刚明明听到了小阿哥的哭声。王琴，奴才在，把孩子抱起来。这还请皇上节哀。既然小阿哥去了，还是不堪为上。为什么？王琴，苏烈、索性，你们先出去候着，没有吩咐不得进来。是。把孩子抱过来。皇上，把孩子抱过来。皇上，您就是看见了，您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您要站得稳稳当当的，您还有千秋子孙呢。皇上，这孩子身形有异，即便生下来，也不能活长久。您不要太伤怀了。王琴，你安排下去，告诉所有的人，玫瑰人不幸生下的是个死胎，立刻葬了去。此事不得再有他人知晓。至于已经知道的，除了本宫、皇上和贤妃，就只有你王卿和齐太医了。奴才不可外泄。皇上，是玫瑰人无福，为您绵延子嗣，还请皇上节哀。但愿玫瑰人有幸，日后还能为皇家再续香火。皇后，你和贤妃去看看玫瑰人，朕累了。是。皇上操劳了一夜，是该休息了。此地有臣妾和贤妃照料，请皇上放心。是请皇上安心，皇后娘娘和臣妾一定会好好安慰玫瑰人的。小阿哥，你赶紧找个好人家投胎吧，千万别！王公公这慌慌张张的是干什么啊？慧准儿，这是什么？皇上让我……这是这是玫瑰人的小阿哥，刚出生就咽气儿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玫瑰人，他没有这个福分。慧主儿，您今晚上要是看见了什么，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，可千万不敢声张啊。
本宫声张什么？是，那奴才替皇上办斋去了，奴才告退。娘娘。王公公刚刚抱着那孩子，玫瑰人的孩子没了，没了。永和宫自然一片哀戚，咱们先回宫吧。回宫吧，没了也好，一了百了。你们谁把我的孩子抱走了？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身体要紧，别太伤心了。皇后娘娘，他们勒拦着臣妾，不让臣妾见自己的孩子。皇后娘娘，孩子怎么了？玫瑰人，你要节哀啊！孩子生下来就没了。皇上已经吩咐安葬了。不可能！出生的时候我还听见他在哭呢。你确实没听错，孩子生下来是哭了2声，可是实在是天生体弱，很快便没了气息。其他医师想救，也来不及啊！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么快就安葬了？我连他的面都没见呢！玫瑰人，皇上也是担心你见了孩子过于伤心。你们当时都在玫瑰人身边，你们告诉玫瑰人，是不是如此？是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还请玫瑰人节哀。玫瑰人，请安华殿的师傅诵经超度吧，可以让孩子早登极乐。皇后娘娘，你好歹告诉臣妾，他是男是女？是个小阿哥，你不要太伤心了。贤妃说的对，是要请安华殿的师傅诵经超度。你们也仔细听好了，这些日子，玫瑰人要补养身子，不宜走动见风，不许任何人来打扰玫瑰人休养。是。生下来就是个死胎。是，皇上忌讳得很，这个玫瑰人真是没福啊！的确是没福。要是早产也就罢了，偏偏还白辛苦了一场。皇帝怎么说？皇上什么也没说，倒是皇后娘娘吩咐了，永和宫不许外人进入，让玫瑰人免了惊扰，可以安心休养。皇后这样处理也妥善。明儿把皇帝请来。是。皇帝，谢皇娘。皇帝的精神不大好，一闭眼，总是想起那孩子，就惊醒了。哀家已经吩咐了安华殿，好好超度，让孩子安心上路。谢皇娘。你刚登基就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也的确不吉利。唉，可玫瑰人也可怜，听说连孩子都没看上一眼。如今这空月子还得做好，日后还可以为皇家诞育子嗣。皇娘有心关照玫瑰人，
儿子谢过，可这个时候，儿子无心再讲其他。玫贵人的事情，哀家想问问你的意思，是否要查一查？这生产之事，就犹如在鬼门关转了一圈，而且玫瑰人的身孕，一直都有皇后还有太医们的悉心照料，并无差错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不要再扰乱人心了。也好，事儿总会过去的。皇帝，打起精神来，孩子总会再有的。哎，这个丝字好，不错呀，这个也好，笔触也越发有鼓励了。这二阿哥才多大呀？这一手字就写得有模有样的。小儿家乱写写罢了，难得这字写的还算端正，写的确实好。您看，二阿哥是皇后娘娘所生，所以自然天资聪慧，福泽深厚，不像有些人就是骄奢享福太过，才折了孩子的阳寿。事儿都过去了，不许再胡说。是。再者，玫瑰人如今只是调养身子，等身子好了，孩子还是能再有的。可不是嘛，咱们皇上温柔多情的，保不齐玫瑰人哪日再复宠，就又怀上了呢。宜贵人，你怎么不吃点儿？本宫瞧着你最近脸色也一直不大好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妾这几日总觉得身子不适，连着几天夜里发虚汗，总也睡不好。一个人怎么突然身娇体弱起来了？上次也说身子难受，难不成还没好吗？贵妃和嘉贵人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宜贵人，你留下。赵姨太，去请太医来给宜贵人瞧瞧。这。嫔妾告退。快坐吧。你快给本宫说说，到底哪儿还不舒服？主儿，该喝药了。素云，你看穿上这件是不是更像小皇子了？主儿，您再哭就伤着自个儿眼睛了。我哭与不哭，又有谁在意啊？这都半个月过去了，皇上没来，旁人也都没来一个，我是要被困在这永和宫了。等您身子好了，自然就能出去了啊。皇上怕是嫌弃我了。素云，要不咱求求主子？主，您出不去，奴婢也是啊。与其等主子，要不咱们自个儿想想法子。自个儿想法子。这外头的雪下个没完呢。算着日子，玫瑰人也该出月子了，可皇后一直不让她出永和宫。遇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落井下石的多，雪中送炭的少。不过，与其出来看人脸色，倒不如待在自己宫里清静些。也是。
可皇上一直冷落着她，怪可怜的。有受宠的一日，必有失宠的一天。就算是想化红百日，哪里经得起这雪雨风霜啊？想通了，便好了。给皇额娘请安。给皇额娘请安，太后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坐。前些日子雨雪不断，也免了你们往来请安了。今天皇帝皇后有心带你们一起过来坐。皇帝，玫瑰人已经出了月子，怎么不见她来给哀家请安啊？皇额娘，玫瑰人伤心失意，是儿臣让她好好养息。过分伤心，那就是玫瑰人的不是了。孩子固然重要，但侍奉君上更为重要。皇额娘说的是，这段日子，皇帝郁郁寡欢，哀家看着真是焦心。皇后，你是六宫之主，宫中事固然要紧，但皇帝的一切总要为先。儿臣无能，不能使皇上开怀，所以这些日子也让各宫嫔妃随侍，贵妃和贤妃也多有伴驾。皇额娘若是不放心，可让内务府送来记档可查。若都是好好的，哀家还查什么记档啊？皇帝，你还年轻，你看看你的后妃，都还年轻着呢。即便是玫瑰人这一胎不顺，又何妨？身子养好了，很快就又会有孩子的。儿子多谢皇额娘宽心。皇额娘所言，儿臣铭记在心。不过今日，儿臣还有一事要禀告。宜贵人，皇额娘、皇上，宜贵人玉玺已经2个多月了。皇后所言可真？臣妾岂敢妄言。宜贵人怀有龙胎，这便是上天安排，以慰圣心。皇后娘娘怕出错，已经派了3、4位太医来请脉，臣妾的确已经怀有龙翼了。甚好，甚好。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。好，好，当然是好事了。宜贵人之前就是侍奉皇后的，皇后自然是更欢喜。宜贵人为皇家开枝散叶，儿臣自然是欢喜。儿臣今晚想去安华殿进香祝祷，以答谢神恩。好。哪怕本宫再不喜欢你，可在子嗣上，我俩一样简单。难得贵妃与我有同病相怜之处。你有没有听说，玫瑰人的孩子不只是死胎那么简单？你看皇上这段时间都低落成那个样子，你难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吗？并无什么异样。这是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孩子，皇上也见过他，伤心罢了。再伤心也缓得过来，再加上旧情，皇上不至于对玫瑰人芥蒂至此。这中间肯定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吧？这我真是不知道。本宫怎么听说，皇上命安华殿的大师在永和宫诵经1月，祈福超度。是因为玫瑰人生的孩子身心有异。贵妃娘娘借一步说话。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无稽之谈？
本宫也是听了一耳朵闲话，顺嘴说给你。那夜你也在永和宫，知道什么却不愿意告诉本宫，倒便罢了。那夜在永和宫，我能做的就只能是安慰皇上和玫瑰人，并没有无济之事。而且皇上在意此事，贵妃娘娘也不要乱说。不是本宫说的，那也小心为好。我先告退了。那夜在王亲那儿，连你我都看到一耳。你说玫瑰人的孩子，贤妃看清楚了没有？皇上和皇后娘娘不让说，贤妃自然是要谨守口风的。哼，看着恭谨，其实心里想什么却不知道了。阿若，最近宫里进进出出的，有听到什么闲话吗？宫里最不缺闲话了，比犄角旮旯的蛇虫鼠蚁都多。有关于永和宫的吗？那自然是最多了。有说玫瑰人是怎么魅惑皇上得宠的，怎么怀着孩子的时候屡见异象，还有说那孩子是玫瑰人自缢了。自缢了？仔仔细细叮嘱过你们，要你们好生看顾着，如今竟出了这样的大事。你们不好好伺候着玫瑰人，有着她伤心胡闹，本宫非要好好处置了你们才是。皇后娘娘恕罪，皇后娘娘恕罪。回皇后娘娘，我们主儿一直心绪不定，夜里还惊梦连连。今儿午后本是要打算午睡的，可是他打发了奴才们出去，奴婢在外头不放心，而且听到了凳子落地的声音，连忙闯进来看，主儿竟然自己挂在梁上了。可是为了孩子的事想不开。你有什么想不开，你尽管跟正和皇后说。嫔妃自强是大罪，你怎可轻易损害自己的性命？皇上不就是怕臣妾和别人说话知道了什么吗？所以皇后娘娘才把臣妾关在这里，不让见人。臣妾自知命薄如纸，皇上就让臣妾去死罢了。荒唐！皇上别生气，要是臣妾是玫瑰人，肯定也是想不开的。听了那么多的流言，好好的孩子没了就罢了，还要被别人传成是不祥妖孽，哪个额娘能受得了啊？你从哪听来这等荤话？现在满宫私底下传的到处都是呢。皇上，我求你告诉臣妾一句实话，臣妾的孩子到底是不是妖孽？所以您才会厌恶臣妾，都不来看臣妾一眼。皇上，玫瑰人，皇上，你别听信这等胡话。朕不来看你，是想让你安心静养。扶他起来。臣妾哪里还能养得好身体啊？皇上，您连那孩子的面都不让臣妾看一眼，是不是？那传言是真的啊？王亲，奴才在。你立刻去彻查是谁在宫中胡言乱语、散布谣言，一旦查到，立刻送到慎刑司发落。奴才遵旨，奴才即刻去办。玫瑰人，你该听皇上的话，安心养好身子。孩子还会再有的。我的孩子。皇上，臣妾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这么问，就是自己想说。玫瑰人既然生下了那样的孩子，又寻死觅活的，怕是冲撞了什么？什么那样的孩子？玫瑰人的孩子就是生下来夭折了，
你别乱听，也别再胡说八道。可是，死态终究不吉利，有碍于大清祥瑞。现在宜贵人也遇袭了，要是影响到他腹中的胎儿，那便不好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玫瑰人这般恣意胡闹，置皇上于何地？置皇家法度于何地？臣妾想着，他既然想去见他的孩子，要不就成全他吧。宫中又不是第一次有孩子早夭，如何干系到旁人？再说玫瑰人自缢是因为听了流言害怕，一时糊涂，如今不是清醒了吗？贤妃这话倒说得轻巧，万一哪天我俩有幸遇袭，受了玫瑰人的影响，不能顺利诞下龙胎，难道你也要学玫瑰人一般恣意吗？好了，少些口舌。贤妃这话倒说得轻巧，万一哪天我俩有幸遇袭，受了玫瑰人的影响，不能顺利诞下龙胎，难道你也要学玫瑰人一般恣意吗？好了，少些口舌。是。贵妃，本宫知道你为了大清的祥瑞着想，但你说的这些话也有些欠妥当。臣妾知错。皇上，那眼下您打算？宜贵人之胎还是由皇后照应着。至于玫瑰人，挪去安华殿，可以临近佛音，也好清静心思。皇上，可是玫瑰人的孩子已经没了，朕现在最想知道，是谁如此胆大妄为，散布流言，祸乱人心，朕断断不能容他。贵妃，请归安。臣妾告退。那日见到孩子的，只有朕、皇后、贤妃、齐汝，还有王钦。是，其余见过孩子的，当夜都打发走了，应该来不及在宫里说些什么。皇后啊，会不会是王钦把孩子送出去的路上被人瞧见了呢？王钦伺候皇上多年，做事应该不会有错漏。他试完之后，还来回禀过臣妾，说小心的把玫瑰人的孩子送出去，处理妥当的。朕知道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瞧什么那么出神？请嘉贵人安。宜贵人有喜，景阳宫真是热闹啊。是啊，宜贵人从前不过是侍奉皇后的侍女，玫瑰人更是南府的琵琶技，一旦承宠就飞黄腾达，多少人羡慕啊！其实都是奴才。阿若你比宜贵人美貌，阿玛又得脸，指不定哪天也有这样的好运呢。宜贵人是有皇后娘娘这个好主子，奴婢没有这么好的命。也是，贤妃哪能让你爬上去？只怕防你防得厉害吧？瞧你青春年少的，打扮起来谁不喜欢呀？皇上又是这般的英俊风流，这宫中多少人巴望着能侍奉在皇上身边呢？却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。阿若呢？主儿的白狐狸子大厂旧了，阿若说去皮库挑些新的，去了这么久，大概是挑鼻子耽搁了。主看上去闷闷不乐的。宫中流言如沸，不胜其扰。宫中从不缺流言，主何须烦扰？索性，如果皇上最在意的流言
在我、皇后、王卿齐辱四处，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？皇上应该不会怀疑主的。是吗？皇上已经在查了，但愿可以早日水落石出。王公公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皇上吩咐你办的事儿，办得如何了？回主儿的话，奴才一直抓紧在办。不辜负皇上的期望，就是不辜负本宫的期望。这，去吧。这。曲如，你伺候朕多久了？臣侍奉皇上足10年有余。朕最喜欢你一点，就是嘴巴严实。可如今宫中流言纷纷，皇上，若是流言自微臣口中传出，臣愿领欺君之罪，甘受皇上一切责罚。那就好，只为求个分明。这些日子，你别在宫中随便走动，在自己府中待着。微臣谨记。玫贵人的胎是他自己福薄不详，宜贵人你有皇上隆恩庇佑，又有皇后娘娘看护，你怕什么？眼下最重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龙胎，宫中的那些流言你不必介意。就是，你住在这景阳宫，有景仰光明之意，而且阳为男，这也是好意头。我看你多半怀的是个阿哥呢。要是你真生了个阿哥，皇上不知该有多高兴呢。哎呀，宜贵人也是皇后娘娘跟前出来的人，如今你也算长了皇后娘娘的脸了。哎呀，都说这孕中怕冷，宜贵人，你可得多烧几个炭盆才是啊。嘉贵人细心，我呀确实有些怕了。纯嫔姐姐，你一向都说有孕时多吃鱼虾，孩子长得健壮，怎么到了宜贵人这儿你也不说一声了？真是偏心。这才几个月呀，瞧你心急的，皇上还没急呢。哎呀，能不急吗？我也想多烧几个炭盆，多吃几斤鱼虾呢。宜贵人怀这一胎可真小心，足不出户，连风都不敢吹一下。有玫瑰人这个先例，她胆子又小，自然害怕。走，快走！这是怎么了？王钦奉了旨，正在彻查散布流言的宫人。佛祖，我求求你睁开眼睛，到底是谁要害我们母子啊？我一世的荣华与期盼，都随了我那苦命的孩儿去了。恭迎太后凤驾，臣妾未能远迎，实在是失礼了。你若还在永和宫，见你也不方便。皇帝的意思也对，你这般伤心，这般悲戚，在这里听听佛音，其实对你也是好的。太后，宫里所有的人都传臣妾生的是个妖孽，臣妾怎么会生出那样的孩子？肯定是有人加害臣妾啊！当日哀家也没亲眼见着那孩子，是否如传言所说的那般，哀家也无从确认。不过玫瑰人呐，孩子已经不在了，皇帝也不愿再提起，你又何必如此苦苦地折磨自己呢？你若再如此执意，那恐怕离死也不远了。太后，哀家已听闻，贵妃已向皇帝进言，要你自缢去陪着那孩子。
这次皇帝没有听进去，也没有答应。不过这以后，什么时候这枕边风吹得更厉害了，皇帝听了进去也未可知。到那时候就不用你自己费神寻死上吊，皇帝就成全你了。太后，臣妾不是存心要自缢寻死的，只是皇上他一直都不来看臣妾，臣妾才出此下策的。连那些宫女都是臣妾安排的，臣妾不想死啊！太后，起来吧。那日把你从南府捞回来，哀家就发现你是个有心性的。你这样轻易就死了，岂不是白白费了哀家栽培你的心思？太后，臣妾愚钝，还请太后指点迷津。指点迷津的有满屋神佛，能自度迷津的只有你自己。哀家知道你痛心孩子没了，可你要记住，只要你活着，就会再有机会，再得宠，再生养。但如何走出这安华殿，如何不负哀家对你所托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臣妾谨遵太后教诲。不过，哀家也想不明白，你的怀相虽然不好，但也不至于生出像传言那样的孩子。母亲，这几日在长街上老有奴才被带走，儿子都看见好几回了。永华，你就好好念你的书，这事儿啊跟你无关，啊。是。请贤主安，请大阿哥安。皇上请贤主速往养心殿一趟。贤人勿怠。母亲。你等我回来。嗯。王庆在皇上面前诉说了一通，奴才也不知什么事儿，只知道皇后娘娘也到了。那快走吧。皇上。皇后娘娘，贤妃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，贤妃坐。是。王钦啊，奴才在。你把方才和朕说的跟皇后和贤妃再说一遍。奴才奉皇上之命彻查6宫流言之事，都说最早流言传出的便是延禧宫。延禧宫，皇上明鉴，永和宫内夜所见，臣妾并未对任何人说出一字半句。皇上，奴才把那些传播流言的人都带来了，请皇上明察。传进来。奴才叩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。我问你们，最早是在哪儿听说玫瑰人那些不干不净的话的？奴才最早是经过延禧宫的时候听说的。最早是什么时候？就是玫瑰人生产的那一夜。也就是说，皇上和本宫还有贤妃离开之后，宫中便有流言了。是，
听延禧宫谁说的？说的什么？奴才对延禧宫也不太熟悉，大黑夜的，也没听清楚是何人所说。但是奴才确实是在延禧宫那儿听说的。你这话说的无凭无据，不清不楚的。皇上，臣妾确实未对任何人说出过一字半句。这就奇了，人人都说是从延禧宫传出来的，可娴妃娘娘偏说只字未露。你口口声声咬住本宫，有何居心？往前。皇上切勿动气，龙体要紧。臣妾也觉得娴妃不会是有意而为。朕也觉得不是娴妃所为，只是这流言所指，朕不得不细查。既然此事要彻查，那娴妃卷入其中也不太妥当。不如让娴妃暂时不要出入延禧宫，等事情查清之后，再还娴妃一个清白。查便查，只是娴妃不许进族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臣妾深陷流言，还是避开的好。娴妃，皇上，臣妾自请禁足，远离是非。而且臣妾相信皇上会还臣妾一个清白。李煜，先带娴妃下去。这，臣妾告退。冬日苦寒，贤主暂居延禧宫躲避风霜也好。外头的事儿，有奴才在。皇亲为了传言之事十分费心，连新婚的莲心都顾不上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你即刻去找莲心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打听出些什么来。奴才明白。我走回去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娴妃这是？皇上在里头呢，贵妃请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怎么宫门都给关了呢？你别担心，是我自己自愿进走延禧宫。这阵子你还要多照顾永皇，别让他太担心。这日子才刚好起来，怎么又开始不安生了呢？有些时候不出去，不一定是坏事儿。娘娘，娴妃真的自愿禁足，皇上相信她吗？皇上天威难测，绝不轻信于人。那天的事，齐汝最老成，王亲奉承皇上还来不及呢。想来他们不会乱说，只怕皇上移了娴妃，也移了本宫。可娴妃抚养着大阿哥，看在大阿哥这个庶长子的份上，皇上会偏袒娴妃吗？可不嘛。娘娘，娴妃无德，不如将大阿哥养在臣妾膝下，免得娴妃教坏了他。怎么贵妃也想抚养大阿哥吗？本宫对娘娘一向忠心，便是养着长子，也不会学娴妃一样仗子夺宠。皇上为了娴妃的事儿正烦心，你少去求这件事儿。臣妾是想着，娴妃没了大阿哥，也少了个注意，对娘娘您也是个好事儿啊。本宫知道你心急，
但也不能因为心急，行事失了分寸。皇后娘娘也累了，嫔妾和贵妃约着去景阳宫看望宜贵人，就先告退了。是了是了，臣妾等相约去景阳宫看宜贵人，说说话。本宫也差莲心去景阳宫送去安胎补品。如今宫里以宜贵人这一胎最为要紧，你们若是无事，都去看望宜贵人，才是替皇上和本宫分担。是。你倒做起本宫的主来了，本宫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拉着本宫走，谁跟你说好了要去看宜贵人的？贵妃娘娘误会了，嫔妾哪敢呀？嫔妾是看皇后娘娘刚刚面有不快之色，才故意寻了托词与贵妃娘娘出来的。皇后娘娘不快，那还不是因为娴妃散布流言，令皇室蒙羞？是了，娴妃此番做出此等污损皇家清誉之事，实在是令人难堪。只是眼下皇上和皇后娘娘，一则烦忧娴妃与流言之事，二则呢忧心宜贵人腹中龙胎，其他的也无暇多顾。若是贵妃娘娘此时再提抚养大阿哥之事，恐怕也不合时宜。如何不合时宜？本宫现在把大阿哥从娴妃那儿接出来，就是为了替皇后娘娘分忧。以后本宫的事你少管。唉。皇上，这是臣妾母族的红参茶，您喝了解乏。皇上，进来。这。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慎刑司有消息了，奴才们口风一致，还是直指延禧宫。朕乏了，要歇了，过几日再说吧。你也再查得细些。这。主儿，咱们回宫吧。急什么？主儿，咱们每日平白到延禧宫来，是不是太点眼了？本宫用完膳出来晒晒太阳，溜溜弯儿，点了谁的眼？是。本宫看见娴妃坐困愁城，便心生快意。最好她永不出来，大阿哥迟早能成为本宫的孩子。这个点大阿哥该下学了吧？应该快了。哎，大阿哥来了。请惠娘娘安。大阿哥下学啦，念了一天的书，累了吧？哟，这小脸冰凉冰凉的，快暖暖。多谢惠娘娘，我不冷。惠娘娘在咸福宫给你备了最爱的饽饽，走，
跟惠娘娘去尝尝。多谢惠娘娘，我得回延禧宫去了。贤妃不会出来了，你还回那里做什么？待会儿本宫带你去见皇上，你告诉皇上，从此以后你就跟着本宫了，好不好？惠娘娘别急，皇阿玛若有旨意，自会告诉永皇的。永皇岂有自己去求的道理？贤妃胡言乱语，令皇上蒙羞，你还跟着他做什么？你跟着本宫，本宫自然疼你。多谢惠娘娘疼爱。至于母亲是否有罪，皇阿玛自有发落。永皇不敢不孝，认为母亲有罪。你这孩子，怎这般不知好歹？惹怒惠娘娘是永皇的不是，永皇告退了。母亲，儿子来向您请安了。过来。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？儿子今日下学，在延禧宫门口遇到了惠娘娘。她跟儿子说：“您不会再出去了，让儿子跟着她。儿子定是不会跟着惠娘娘。但是，儿子心里有点害怕。”来，永皇不用害怕，永皇只要好好的把书念好，不听旁人说什么。是。最近学了什么新诗吗？背给母亲听听。穷达皆由命，何劳发叹声。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。冬去冰须畔，春来草自生。请君观此理，天道甚分明。等等，莲心妹妹，干嘛去了？皇后娘娘命我去送了些安胎补品给宜贵人，才从景阳宫出来。哎，走什么走啊？我这阵子替皇上查流言，没顾得上你。今儿晚上我不当差，备好药等我啊。青天白日的，你想做什么？再说了，你追查什么流言？我可是替皇上办差，即便是贤妃犯事，我也一样能把她办倒。你也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一个奴才，皇上怜惜贤妃，你如何办得到？别胡吹了。我告诉你，做奴才的不能只有一个主子。皇后和惠主儿都很疼我的。去忙你的吧，晚上记得等我啊。莲心，哟，公公回来了。哟，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公公当差辛苦了，喝点茶水。怎么弄得跟过年似的？酒啊肉都备好了。日子总要接着往下过。公公既是真心待莲心，莲心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。哎呦，我的美人，你想通了。公公别着急，公公别着急。公公你看，
公公若是着急，就委屈了莲心，为公公准备那么多酒菜，这还有公公的药呢。对，吃药，吃药，今儿得吃俩呀，一个不够。公公辛苦了。再吃些酒菜。不是，跟我到里屋去。公公，咱们今儿玩一个新鲜的。好，新鲜的我喜欢。咱们今儿玩躲猫猫。躲猫猫？躲猫猫是干什么的？公公先待着，莲心先去藏好。莲心若是不叫，公公就别出来；若是公公找着莲心，那莲心任凭公公处置。任凭处置，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真好。公公一定要听莲心的，莲心不叫，公公千万别出来。好。哪儿去了？真躲起来了，躲哪儿去了？王公公，刚刚外头来人说，娘娘传我回宫当差，我去就回。别！公公若是舍不得莲心，那就随我一同去吧。别！我这正难受着呢，莲心，等等我，别走啊！海兰，你看我画的这个怎么样？姐姐，你画的花都开了，春天也都来了，到底要禁足到什么时候啊？别急，该我们出去的时候，自然就出去了。哎呦，怎么跟贵妃似的？我就是贵妃，你什么都听我的。都听你的，你让我把贤妃怎么着，我就把她怎么着。那我就疼你。真的疼我？什么声音？主儿，外边好像是贵妃的声音。贵妃，我们去看看。小心！快去楼上！贤妃娘娘，您不能离开延禧宫的大门。我就在这儿看看，绝不踏出宫门半步。别动！跪着！你们不想活了？走！王钦这个狗奴才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来冒犯本宫！您消消气。上来就拉扯本宫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是。待会儿把他拉到皇上面前，我看他怎么说。请贵妃娘娘安。是你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无意听见喧哗，不知贵妃在此。贵妃没事吧？我有事无事，不必你关心。事情发生在延禧宫门前，我这才出来看一看。否则事不关己，何必费心？好。你竟然来看本宫笑话！本宫刚刚还在想，王钦为何突然出现在延禧宫门口来冒犯本宫，是不是有人指使？主儿，奴才已经把皇上给请来了。皇上驾到，落轿。皇上，臣妾自侍奉皇上以来，从没受过这么大的羞辱。皇上若不替臣妾做主，臣妾可不能活了。李煜，扶贵妃起来。好了，皇上，这么多人面前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来人，把王钦押过来。给我松开我！松开我！皇上，过来说吧。王钦没惊着你吧？知道我是谁吗？臣妾无事，多谢皇上关怀。赶紧给我松开！皇上，事发突然，不知死活你看王钦现在还是满嘴胡说。连大总管都不认识了吗？为避免张扬，
请皇上和贵妃挪步到延禧宫，慢慢再问吧。好，朕就借你延禧宫一用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你用冰水把王清给浇醒，带他进来问话，然后传太医进来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毛病。其他人都下去吧。这，你们去备茶。是。你们都坐吧。贵妃，你见了朕，就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屈辱，说吧。我找我们脸上去！月老爷糊涂啊你！啊！皇上，方才主经过延禧宫，想着贤妃娘娘禁足，心下不忍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主刚到延禧宫前，谁知王公公从昭华门过来，没头没脑的就扑上了主，嘴里还不干不净。皇上，王清简直是疯魔了，他一看见臣妾，就过来扯臣妾的衣裳。皇上，您看臣妾的袖口都被他扯破了。王清今儿不是当值吗？怎么从昭华门过来了？回贤妃娘娘，今天晚上不是王公公当值，所以他一早便回去歇息了。哦。好了，带进去，我逼你就夺你心吧。皇上、贵妃娘娘、主，王清带过来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皇上，你赶紧给我松开！皇上，王清对贵妃一向礼敬有加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嘿，松开我！看他的样子，好像是灌满了黄汤花酒疯似的。放开我！皇上，奴才刚刚闻了王公公身上的味儿，闻着不像酒味儿，倒是有一股甜甜的异香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发什么疯，王清？三宝，押他下去。皇上，皇上，以王公公现在的情形，恐怕什么都问不出来。他今日既不当值，便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头。奴才记得他屋里的莲心今日也不当值，不如传莲心过来问一问，便能弄清楚王公公的情况。传莲心，这。贵妃息怒，王清和莲心的舞房就在附近，莲心很快就会到的。上茶。皇上请用茶。皇上，奴才才出宫门，就见莲心正在寻找王公公，奴才便把莲心带了过来。另则齐太医也到了，正在给王公公搭脉，即刻便进来回禀。皇上，贵妃娘娘、贤妃娘娘，王清是不是发了疯，冲撞了人了？你这样问，便是知道王清为何如此癫狂了。先不用行礼，告诉朕，王清是什么毛病？皇上，微臣已经给王公公搭过脉了，他不是酒醉，是服食了过量的阿激苏丸所致。什么是阿激苏丸？此物是坊间的一种秘药，历来为宫中所禁，不知王公公是否从宫外所得？大胆！王清吃这种东西，你们俩必然是一伙的了。皇后娘娘好心赐你们成亲，你竟然如此不知廉耻！皇上，奴才为保万全，去找莲心的时候，已经派人去王公公的舞房搜查。奴才和齐太医先到外头候着。去吧。这。莲心，现下已无旁人，你有话就直说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本是好心，
希望奴婢终身有靠，才将奴婢赐给王卿做妻房。谁知王卿连畜生都不如，每吃了那药，便对奴婢肆意打骂凌辱。王卿这样，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？这样的事，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？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。且王卿说过，只要奴婢敢对外吐露一个字，他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。